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的 VPS 到手以后必做的10件事情，这是科技蓝自己整理的，玩了这么久的 VPS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。这不是下半年各种厂商的这个优惠活动，包括什么万圣节、圣诞节，还有什么黑色星期五，对不对？对于老外他们来讲， VPS 这边的促销力度也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大家购机的一个频率肯定会更高。大家购买机器以后，有必要去做一些对 VPS 有益的事情，提升 VPS 的使用体验，包含了 VPS 的性能优化、网络优化、安全性。科技蓝去开一台新的机器，大家都可以到科技蓝的这个官网 VPS 优惠活动区来去关注你感兴趣的 VPS。当然我会把最新的厂家的优惠都会放在这里面。好，为了方便呢，那我就拿 Virtual 这边来跟大家分享。选择云服务器这个模块，这个是最新一代的 AMD 的，然后再接下来是区域，它家区域特别多，但是能用的区域很少，那我们选择洛杉矶是一个比较稳妥的。好，在下面呢，我还是极力推荐 Debian 12这家的好处就是它家的系统永远是最新的，包括 23.10 都会有。那我们这边选择乌班图的 22.04， 那我这边选择最低档的，然后把下面的给关掉，这样的我们的价格就会下来。好了，我们点击创建就可以了。它家密码是随机生成的。整个来讲呢 Virtual 这边对服务器网络安全层面上来讲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像我们的甲骨文云，它其实不错，是因为它防火墙都会有一定的规则在系统层面上，但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。重启以后呢，防火墙规则会重置。那我这边呢使用的 Tabby 这款 SSH 工具，它是比较简洁美观的，当然大家用 XShell、Finished也可以。好，复制这个 IP，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 SSH 连接，这边是 IP 地址，这边是端口号，默认呢就是 root， 就是最高管理员权限，加一个新的密码，密码就复制这个是 Virtual 里的操作，其实其他厂商大同小异，所以照着这个做就行了。保存。好，我们尝试连接。好了，这样呢我们就连接到了我们刚才开出来的 VPS 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新机的保养和操作。Update 更新一下系统索引，安装我们的 CURL， 就是一个下载工具。默认的情况下呢，这个系统应该是自带 CURL 的，所以我们例行的更新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输入这个命令了。输入科技蓝的官网发布的这个一键脚本，可以使用 GitHub 版啊，这两个版本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有些小伙伴呢，官方版可能会出现乱码，亚马逊云和微软云都会出现类似问题。大部分的机器都是适用官方版的。好，为什么要用科技蓝的脚本呢？是因为更适合小白，也被小伙伴称为装机必备的工具。好，那我们回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来到了科技蓝的脚本的主页面。你如果不想要原厂的你就可以选择滴滴重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。有一些内存小的机器内存512以下的或者说512左右的，不建议大家去滴滴。滴滴的话有可能会失联。滴滴怎么操作呢？我们这边选择13，选择这个8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会提示你会帮你滴滴系统，最多花个10分钟。那我们选择 Y。滴滴系统的好处就是更纯净。我们这边有2个系统，一个是 Debian 12比较新的，还有一个乌邦图的 20.04 稳定老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呢选择是1比较新，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给它设定一个密码，科技蓝 YYDS 回车。这时候呢它就开始帮你进行重装。纯净的系统呢往往不会带有各个厂商的监控也好，防御也好，它是更纯粹的，常用工具都要你自己去手动安装的，也是运行比较流畅稳定的先决条件。好，这时候呢它会强制重新启动，那我们在这个状态下需要等待5到10分钟。随着你的机器的规模它这个时间是不同的。就比方说你是大型的 VPS 呢，大型的服务器呢，那可能花的时间会多一点。虚拟化的、灵活的，那就可能时间更快一点。稍等片刻呢，那我们这边重新连接就已经连接上了，这是我们刚才滴滴前的那个密码。好，这样的我们系统就已经进来了当前是最新的 Debian 12。此时呢，你还得再输入一下这个必装的系统软件，先让它装一下，因为新系统它太纯净了，所以它没有这个 CURL 下载工具。
脚本下载下来，必须要用 CUL， 我们可以运行科技蓝的脚本了。第一步我们完成了。如果小伙伴呢滴滴以后呢失联或者不行的话，那你就内存太小啊导致的一个问题，那你就不要滴滴了，你就用原厂的也可以，依然可以跟着科技蓝一起在走。只要有这套脚本呢，你必做的这几件事情都会一一来为大家完成。那我们现在选择2，更新一下系统。这个更新系统呢是更新到最新的状态。当前我因为是滴滴过的，所以它更新没有东西。好，那原厂系统呢？那我们摁一下2，是能更新到很多东西的。所以大家一般买的小机比较弱的话啊，你怕滴滴失联了，或者说你觉得滴滴也就那么回事儿，那你可以大可不必，你这一步可以跳过。有些步骤呢，不是说必要做的，是你可以选择性的，根据你自己实际需求来去操作的。更新到最新的系统有什么好处呢？更流畅，更安全。更安全就意味着老的漏洞呢会被补上，新的技术会被应用。好，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操作成功，我们要清理一些残留，这也就是来到了我们第3步。那我们选择3，好，就把一些不必要的内容给清理掉，系统无关的内容清理掉，干干净净。修改密码，你直接选择13，你可以把这个2选中。像有些系统呢，它对密码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它会提示你当前这个密码有点弱啊，复杂的，带上符号。有一个14啊，用户密码生成器啊，我们摁一下14看一下效果。OK， 这边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自动生成的这么多密码，大家一定要记好啊，复制一个这个保存一下啊，这个一定要存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改密码，这样的玩，改的密码自己都不知道了。哎，这个密码可以看到了吗？啊，右键进来就修改成功了。这个密码一定要记好啊！这个改密码呢是为了安全性，当然不是为了你自己不好记，大家一定要去调整。好，修改密码完了，我们再修改端口号啊。修改端口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22这个端口呢是我们默认的 SSH 的端口，常被一些扫描工具探测，他们试图通过工具暴力破解我们的密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让大家在拿到新机以后，一开始先把密码改了，随后呢，我们要去把我们的 SSH 的端口号改成你自己熟悉的。当然，他们也会扫描到这个端口号，但是会额外付出成本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大家选择13，我们可以发现这边有一个6修改 SSH 连接的端口号。好，此时我会告诉你，你当前的机器呢是22这个端口号，那么改成这样的，当然你可以改成任何的，只要别端口冲突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边回车设置了5个2，再进入6，看一下我们改好了没？发现这块已经是改好的了。我们尝试一下连接，我们到配置这边呢，我们把22改成5个2，然后我们保存，我们发现可以连接上。那连接上好像它密码不对，那要重新输入密码。那我们把刚才上面的这个密码复制一下，粘贴进来，永远保存。我们就用新的 SSH 连接端口号访问了我们这一台 VPS， 这个是有效防御暴力破解的一种手法。那么不让我们辛辛苦苦买的肉，不能让我们辛辛苦苦买的肉鸡就被别人当肉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 VPS， 就是你的 CPU 达到100%，那一定就是被人指入了后门木马当肉鸡了。科技蓝的这个脚本不会做这些非法犯罪的事情。那即使你当前这个服务器呢 REBOOT 重启，这个是个重启命令，端口依然是可以去使用的。那我们重启以后呢，依然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，依然用科技蓝的这一个一键脚本。我们继续看13，在我们日常使用过程当中，有一些我们安装的，比方说宝塔面板啊、网盘啊，这些用 IP 加端口搭建的一些服务，有一些 VPS 厂商它会在系统层面上用防火墙把这些端口都给关闭，所以会影响我们去使用。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一个5，就可以开启你当前的所有端口。这也是很多小伙伴重启服务器以后，或者一开始是开着的一开始好着的，可能重启完服务器以后就不行了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端口又被厂商给关闭。你用科技蓝的这个5，它是永久开放所有端口的。开放端口，如果你端口上没服务，对你来讲没什么太大影响。我们要优化一下我们的 DNS 地址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我们的服务器都有 DNS 地址，访问一些网站啊，我们通过网络进行通信啊，这些都要经过我们 DNS 地址的。
所以我们有一个快的 DNS 地址呢，对我们联网效率会有明显的提升。地址怎么去改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优化 DNS 地址，这是目前这个配置里的一些信息。哎呦，这个配置很屌嘛，是目前厂商配置的 DNS 信息。那我们改一下试一下，我们把它改成1118811是代表 Cloudflare 的 DNS 地址对于国外的服务器优化非常明显。当然国内的话大家不建议去使用了。888是谷歌的，这是2家厂商的 IPv6。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再进去7看一下情况。OK， 那我们的这个地址呢就已经改掉了，这对我们网络传输节点的一个优化。再接下来呢，我建议大家去开这个 BBR3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的这个 BBR3。同样呢，在科技来源这个脚本里头13，我们今天接触的内容基本上都在13这个模块里面。我们可以发现最下面有一个16我们采用的是3mod做的 Linux 优化版的内核，是默认带 BBR3 的。那首先呢，它是支持大便和无版图的，支持 x86 架构的，其他架构它是不支持的。其次，大家的内存一定要给力内存要够，应该把内存放在前面，让它先讲内存。我们先不更新，对吧？这个流程可能要调整一下。我们先扩大点内存，我们选择12。我们当前的内存，虚拟内存够了，那我们不用加了这个大家去自己看，加个1G 内存就是 1024M 就够了再回到16，来到16呢，那我们选择 Y， 就让它装内核吧，就完全会根据你当前的系统、CPU 架构、CPU 型号匹配最优的内核方案，能为你的 VPS 提速、降低延迟是有一定帮助的。这块原厂的竟然有这样的一些提示，那我们回车一下，一般来讲是不会有的。好了，现在的话就重新启动了。重新启动切换内核的过程呢，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。只要你的内存足够，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虚拟内存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512的机器你都可以用虚拟内存来去装这个新内核。好的，这样的呢，我们最新的 Linux 6.5.8 这个内核就已经装好了。第9个我们改时区我们依然用 Lion 的这个脚本13，选择15。改时区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其实方便我们去查看。默认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时区，我们不着急我们这边可以改成你 VPS 相关的时区，也可以改成你比较好记的、好理解的。我们在中国，那我们就选择1使用上海的时区。回车以后，我们发现这边变成上海了，就这么方便再讲这个虚拟内存，这个虚拟内存应该放在开 BBR 之前。没事，下了节目我会把这个调整一下。12，我们当前现在有2G 的，我觉得2G 有点多那我们就调成1G 就可以了。1024，回车。那我们再进一下。改内存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内存不够的时候，你可以拿来用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虚拟内存必须要加，因为有一些你未来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服务 Docker， 可能有一些应用都是需要用到虚拟内存的，多少给它分配一点，它会占用你硬盘的一部分资源来去当做虚拟内存去使用，大家最好加一点，也是让你的 VPS 运行的更加稳定流畅。不是说我物理内存已经很大了，我没必要，其实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再选择1，看一下当前的系统信息。我们当前呢是用的 22.04 的这个乌班图的系统，并且用的最新的内核这个是我们 CPU 的一个型号。我们的架构 x86， 我们当前的核心数 CPU 占用、内存占用、虚拟内存占用，这些都写得很清楚。还有我们的硬盘是多大的，占用了多少硬盘，当前的流量的一个消耗。当前已经开启了 BBR3， 就是 BBR-FQPIE 的拥堵、阻塞、避让算法。这是我们的 IPv4 的 IP 地址， IPv6 的 IP 地址，地理位置、时区、时间，这里面呢会包含你所有 VPS 常用的想知道的一些信息。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教，那我们的 VPS 已经达到了最佳的一个状态，那也未来大家使用起来会更加顺手，有更好的体验，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期的目的。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